白石塔白又白，白石白塔白不白？中国结婚数暴跌20%，马斯克评论说人口崩溃。那么为啥年轻人不愿意结婚、不生孩子？以后养老咋办？如果人口断崖式下降，中国的未来又会怎样？本期节目，我来分享2位人口学家的预测，做一场从婚姻崩盘到文明重构的危机推演。开篇，我们先引入一个概念：总和生育率。总和生育率是指女性一生生育子女的总数。一般来说，剥离婴儿、疾病、夭折等因素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.1，才能达成不增不减的世代更替水平。而现代国家的财税和福利制度基本都建立在人口成长的基础上，人口崩溃等同于经济体崩溃。中国自1991年以来，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。18年生育率跌破 1.5， 之后一路走低，23年直接来到 1.0， 在全球1000万以上人口的国家中，排名倒数第2，仅高于韩国。1月17日，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，24年出生人口954万，比23年的902万略有增加。2月8日，民政部官网公布数据，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610.6万对，比23年的768万对减少了157.4万对，下跌20.5%。2月10日，人口学家易富贤教授发帖分析说，结婚数从13年的峰值1347万骤跌至24年的611万，照此腰斩的趋势，到29年结婚数可能跌破300万对。又由于结婚数与次年的出生数有非常强的正相关，意味着25年的出生人口也将暴跌。去年6月，易富贤曾推算24年实际出生数可能只有800多万，并预测官方将公布的数据为960万上下。神奇的是，官方真就公布了954万，误差只有6万。这回他再次预测，明年官方公布25年出生数将落在740到790万之间，准不准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得知中国结婚暴跌之后，马斯克转发了易富贤的分析，意味深长地蹦出俩词儿 ：population collapse， 人口崩溃。马斯克我们都知道，除了带人类上火星之外，也热衷多生孩子。那么这2件事有啥内在关联吗？我们今天先聊正事，回头有机会再出影片跟大家分享。这里再引入一个概念：预期人口。意思是当生育率、平均生育年龄、预期寿命、移民等参数保持不变，今年新生人口达到预期寿命时的总人口。人口数据公布的同一时刻，携程的老板梁建章在财新发布专栏文章提到，根据23年数据估算，中国的预期人口将跌到2.55亿，而良性预期人口应该不低于10亿。23年出生人口的预期寿命为78.8岁，刚好到本世纪末22世纪初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不调整人口政策，21世纪剩下这70多年，中国将减少11.5亿人。之前节目提过，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将复刻日本。事实上，人口消亡从22年就已经开始了，这一年正是房产泡沫破灭的第1年。22年消亡了85万，23年208万，24年139万。是不是很好奇？往常的概念里，中国一直是人口大国，几十年排名第1，怎么突然就人口危机了呢？人口崩溃其实早有预兆。13年1347万结婚峰值之后，数据以每年5%的斜率坠落，直至24年腰斩。虽然23年略有反弹，但属于疫情积压的回光返照。未来几年结婚率下降可能会减缓，但趋势似乎不可逆转，因为初婚人口正在快速下降。根据七普数据，20年31至40岁人口有2.15亿，21到30岁有1.78亿，11到20岁只有1.55亿。从16年到23年，育龄女性平均每年减少400多万。到2030年，28至32岁的黄金育龄女性将比24年减少26%。23年两会期间，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在提案中呼吁要重视一孩。提案写道，一孩生育率从19年的 0.7 跌到22年的 0.5， 平均生育年龄从26.4岁升高至27.4岁。所以生育率下降主要是因为一孩的萎缩和推迟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在普遍认同只生一个好的中国，平均2名初婚女性才生1个孩子。再翻译，年轻人婚育意愿低迷，主打个拖拖拉拉，能晚生就晚生，能不生就先不生。疫情之后流行4不青年：不恋爱、不买楼、不结婚、不生子。在人口崩塌这个话题里，4不其实是一个递进关系，最终引导出的结果就是不生子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让年轻人如此绝望呢？第一，婚姻法不保护弱势一方，女性不敢轻易结婚。近一点，24年修订婚姻法，离婚冷静期等细则规定，只要一方不愿意，婚就离不成。政策本身是为了提高生育率，但完全不考虑女性权益，比如冷静期遇上家暴，已经屡次登上新闻头条。远一点，11年修订婚姻法规定，不论婚前婚后以个人名义购置的房产，婚后都归个人所有。而原本的条文规定，夫妻2人结婚，财产就共有了。这项修订看似强调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，重视个人财产保护，但它并不能保护婚姻中较弱的一方，而女性往往就是弱势一方。此后的天价彩礼反扑可以看作修订后果的延伸，等同于婚前一次性补偿。
婚姻本来是天然的阶级流淌通道，但长达10几年的趋利避害，使得婚姻在中国人眼中已经演化为一种博弈。婚前大家想的并不是幸福与否，而是在赌这婚到底是不是个圈套。第二个原因，现状不可描述，未来不可预测，真的有必要结婚吗？换言之，主导婚姻和生育的因素一直都是政治和经济，而不是什么文化和自信。先说经济因素，高房价、高生活成本以及眼前的通缩现状，是过去无数政策的综合结果。根据统计，男方失业超过1年，离婚率超80%，说明很多人根本养不起家。再比如年轻人毕业即失业，压根无力组建家庭，更甭提研究生扩招这种事儿了，充分说明书中没有黄金屋，书中只有蓄水池。再说说政治因素，疫情中后期有这么2句话振聋发聩。头一句说他的软肋其实就是孩子，二一句说这是我们最后一代。这2句话发生在不同地点，却有种隔空对话的意味。最后一代是代价巨大的加速主义，说明年轻人其实很悲观。它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不让小孩走自己老路，因为老路满是荆棘，没有公平和正义。既然年轻人自断后路，将来会发生什么呢？经常听人说中国就是人太多了，以后人少就好了，上班不内卷，上学不竞争，就连上地铁也不拥挤了。怎么说？这种想法很朴实，但也很天真。因为早在人口崩溃之前，市场规模会先一步萎缩，导致全员失业率飙升。这就好比石油很珍贵，但实际上永远也用不完，因为早在最后一滴石油开采之前，人类就已经打得你死我活，回到石器时代了。事实上，人口变少就像钝刀子剌肉，会造成一系列社会灾难以及严重的停滞和内卷。接下来我们分短期、中期和长期，分别看看究竟有哪些影响。短期内，人口崩溃最先冲击的是妇产科和幼儿园。24年初，产科医生段涛发微博呼吁全社会救救产科。后来，澎湃新闻采访这位段医生，得知有些妇幼保健院的分娩量1年内下降5%到60%，医院面临发不出奖金，也留不住医生的局面。国家教育部数据，全国幼儿园数量在22年出现了08年以来的首次下降，比21年减少了5610所，23年又减少了14800所，等于2年消失了2万多所幼儿园。然而，产科医生和幼儿园教师失业仅仅只是个开始。幼儿园大量关停5-6年后，小学也会陆续开始关停，接着是中学和大学，直到全社会劳动力短缺，经济体量萎缩。梁建章在文章中提到，按目前的生育率，出生人口每30年减少一半，也就是一代人少一半。照这个趋势，全行业遭受打击只是时间问题。先是奶粉、儿童用品和托育服务，然后是教育、食品、服装，再后是房屋、家具、家电、电子消费品、汽车、旅游、娱乐，最后是医疗、养老和殡葬。中期来看，最受冲击的是房地产。金融分析领域有句行话，说房地产短期看金融，中期看土地，长期看人口。不过在我看来，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当下，房地产甭管中期长期都得看人口，因为人口消亡通道一旦开启，实际需求萎缩的同时，预期需求也会跟着萎缩。还是那句话，现在就连农村的大爷大妈都知道，马云说过，未来房子不值钱，说明这个产业已经到头了。24年10月，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，中国有9000万间空置住房，其中60%属于已购买的空置房，多达5至6千万间。而中国人口在未来30年将减少2.04亿，房屋过剩问题会越来越严重。任泽平团队有一份报告叫《中国人口大迁移》，报告测算，21年到30年间，仍有8500万新增城镇人口有住房需求。简单粗暴点算，这8500万新城市人口在未来5-6年刚好消化《华尔街日报》那9000万间空置房。说到人口大迁移，来到人口崩溃的长期影响，乡村和城镇的凋敝。人口聚集是城市化的核心动能，过去20多年的土地财政和银行信贷都建立在虹吸人口的基础上。随着人口迁移和消亡，大量农村和小城镇会逐渐陨落，中等城市会变成小城市，大城市会变中等城市。小城市随着需求和财力下降，基建将大幅老化、失修甚至废弃，诸如机场、车站、医院、学校都会愈发老旧。当生活水平降低到一定程度，甚至会面临人道危机，比如心脑血管疾病，好几个小时得不到救治。这种情况下，人们只能去往更大的城市，以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，而这又将进一步加速凋敝。凋敝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年轻人在出走，老年人在减少。日本老龄化举世瞩目，是全球政策实验场，有个专有名词叫萎缩经济学。和日本不同的是，中国不但未富先老，还未富先债，所以在老龄化来临之前，留给我们致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在国际上，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30%，被称为重度老龄化。截止2023年，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2.97亿，占比21.1%；65岁以上人口2.17亿，占比15.4%。根据国家卫健委推测，2035年60岁人口会突破4亿，占比将超过30%，正式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。
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萎缩将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和市场，尤其是劳动适龄人口的规模，因为人有生老病死，经济也是如此。老龄化会改变人的生理、心理和行为，同样也会影响生产、消费和创新，进而降低经济活力。根据易富贤的分析，随着中位年龄65岁人口占比的提高，经济成长率直线会下降。从全生命周期来看，45和50岁是个分水岭，低于此年龄的人口比与经济成长率直线正相关，高于此年龄则相反。另外，儿童具有巨大的消费力，且提振消费信心，因此儿童占比与经济成长率正相关。总结成一句话，人口老龄化是经济成长的灭火器，所以要赶在重度老龄化之前，尽快迈过高收入门槛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。不过易富贤认为，由于深陷老龄化泥潭，即便以人均 GDP 为标准，中国也很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。中等收入陷阱是说，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，出口产品丧失竞争力，既无法与新兴市场竞争，也无法像发达国家一样进入高附加值市场。世界银行的高收入门槛22年为13845美元，中国23年人均 GDP 为12681美元，少了1000多刀。还有，这个高收入门槛一直在变，02年到22年间年均提高2.1%，依此趋势，35年将涨到18200美元。所以，随着老龄化加深，想要跨过这个门槛，只会难上加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人均 GDP 的比重为40%，全球是60%，美国是80%。这就意味着，人均可支配收入跨过高等收入门槛，就需要更高的人均 GDP。以23年为例，人均 GDP 要达到2万美元才行，实际只有不到13000。其实吧，只要把这个比例提高到50%，中国经济就会非常繁荣。假设啊，只是假设，咱不贪心，就50%，那时候购买力一上来，哪怕是内循环都不在话下。因为你想，如果没钱消费，货币流通受阻，反而会压制从创新到 GDP 的转化。啥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当农民也得解放思想，你不能韭菜一冒头就割，那这韭菜肯定不生养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理论上讲，如果把可支配占比提高，人均 GDP 别说涨到2万美元，就是2万5、3万也手拿把掐，手拿把掐，手拿把掐掐掐。到那个时候，人均可支配收入松松来到10万块，房价收入比直接降到3以内，什么老龄化陷阱、中等收入陷阱，通通一跃而过，一跃而过，一跃而过，掐掐掐。事实上，中国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，就必须把这个占比提高到60%到70%的正常水平。可越过这个门槛，意味着政治、经济、社会都要变，难度不亚于再来一次改革开放。或许自动化、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将来能提高人均生产率，抵消一部分人口影响。不过，萎缩经济学的特点是把老龄化的成本转移到年轻一代身上，造成代际财富差距，所以就带来了一个两难问题：人口到底是红利还是负担？根据中国社科院估计，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将在2035年耗尽。养老金现收现付之下，23年已经是2.5个年轻人供养1个老年人，到40年将跌到1人供养1个。24年12月，深圳人社局发布消息，社保最低缴费基数从3523涨到4492，这已经是深圳社保第3次涨价，短短1年就涨了90%。而这波涨价还不止深圳，全国多地都在涨，像广州、福建等地也分别上涨了4%到23%不等。除了社保涨价，还有延迟退休。从25年1月1日起，职工退休年龄每4个月延迟1个月，从原来的60岁和55岁逐步延迟至63岁和58岁。养老金缴费年限也将从30年的1月1日起，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。一头涨价，一头延迟，吃子孙饭砸子孙碗。核心逻辑就是多交钱少领钱，帮养老基金池续命。1800年，全球人口不到10亿，200年来成长到现今的80亿，但人类社会整体上却越来越富裕，这意味着人口对社会的贡献在平均意义上大于负担。中国的人口更是如此，低人权优势之下，红利远大于负担。在工业化之前，生育养育靠父母，父母养老靠孩子。到了工业化之后，这种供养和回报突破家庭，扩大至整个社会，也就是当下的社会化养老制度。比如大部分国家养老都靠养老保险，而不是靠积蓄或者祖传金镯子。社会化养老最大的优势在于，养育孩子的是家庭，但受益的却是全社会，极大增加了养老的普惠性和公平性。但弱点也非常明显，比如遇上社会不稳定，政府不讲诚信，预期养老金就无法兑现。一个直观的例子是养老口号的变化。1985年说只生一个好，政府来养老；95年说只生一个好，政府帮养老；05年说养老不能靠政府；12年说推迟退休好，自己来养老；13年以房养老，幸福晚年；18年赡养老人是义务，推给政府很可耻。现在还有那种合辙押韵骂街的，叫养儿为防老，子女要尽孝，甩给政府管，真是脸不要。
秦晖教授批评延迟退休说，政府权力无限，责任也应当无限。可是，在养老这件事上，政府有无限大的权力，却承担不了那么大的责任。其实，我觉得契约和诚信这事儿跟结婚互相随礼一样，大家都得讲规矩。说好了1000就1000，你不能800、500往下出溜。要是不停往下出溜，最后谁结婚都没人资助，那就只能不结婚了。当然，公平也是一个大问题，不能说村干部退休1个月1、2万，我退休1个月1、200，那我生孩子养孩子图啥？图他只养村干部不养我吗？来骗我69岁的老同志。既然我养孩子全村受益，那我不生养的核心顾虑其实就是能不能跟村干部平起平坐，大家都当个领退休金的普通老头儿。所以结论来了，人口在中国，劳动才是红利，养老全是负担。人多了就计划生育，人少了就延迟退休，主打个喝咖啡治心脏病，不管死活。当市场规模缩小，养老医疗负担不断加重，人们将不再看好这个市场。拥有创新力的年轻人以及手握资金的富裕阶层，他们会陆续移民海外，去往社会更稳定、投资回报率更高的国家，而留下的只有巨大的人口崩溃实验场。聊财富分配的时候，我们总是控诉1%的人拥有99%的财富，但客观事实是，世界上只有1%的人能够做出电视、电脑和智能手机，而99%的人都在看电视、玩电脑和刷手机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精英和资本才是人类进步的引擎，而我们大多数人只是科技的消费者，是那个支撑创新的市场规模。当精英和资本流失，短期内会带走大量财富，而中远期的影响将会造成经济和科技的停滞，甚至是衰退。可预见的衰退，首先是所谓国之重器，诸如航天、高铁、北斗、大飞机等大工程，都将陷入技术无法迭代的境地。梁建章认为，存量人口在技术领域的优势还能维持10年时间，颓势无法逆转的话，迟早要面临地缘政治和安全挑战。根据小球财经预测，全国每年大学生毕业人数在未来10年仍然稳健，但在2038年达到峰值之后，会出现断崖式下降。所以梁建章的10年看似很大胆，实则很保守。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尼古拉斯·艾伯施塔特24年5月在《外交事务》杂志发文提到，随着人口减少，中国的雄心和能力之间差距将会越来越大，这意味着所谓亚洲世纪永远不会到来。这篇文章我去读了下，总结起来大概4个重点。第一，整个东亚人口都在下降，中国比日韩温和一些。第二，相对于华盛顿，中国威胁会因为人口危机而变弱，日韩也会因为相同原因失去原有的战略地位。第三，生育率一旦低于1.5，任何国家都回天乏术，所以东亚的未来是灰暗的。第四，中国或许会开启全员劳动模式来维持生产规模，但可能由于效率问题收效甚微。在贸易战阴霾之下，金教授曾建议禁运稀土，卡美国人脖子。但在美国专家眼里，中国作为最大的制造业中心，人口规模的价值远大于自然资源的价值。同样，人口规模的威胁也远大于贸易战的威胁，因为庞大的人口背后等同于庞大的后备军队。再延伸出去想，总和生育率和移民其实就是未来若干年的国力象征。美国目前还有1.66，中国只剩下1.0。要想保持国力，必须多生孩子。相比国运，我觉得更需要警惕的还是个人命运。试想，如果北上广深所有互联网、基金、金融以及生物、医疗、半导体等产业都因为市场缩小，转而投到新加坡和日本怀抱，那对中国年轻人来说将是灭顶之灾。许倬云有句话说，现在年轻人很可怜，因为他们没本钱了。其实在我看，这几年经济下行还只是裁员降薪，如果人口结构继续恶化，10多年后的年轻人不仅没本钱，甚至连机会都没有。再说直白点，现在大家还在犹豫脱不脱长衫，以后的孩子有可能穿都穿不上。我们成长在上升的年代，可以读本科、念研究生，避免穿上蓝领去做工。但这个世界显然不会永远上升，那些成长在加速时代的孩子，运气就要差一些，必须接受做工的命运。一个没本钱、没机会的社会，男人会变成 KK 园区的诈骗犯，女人会变成跑了包赔的越南新娘。所以，我们真的能接受人口崩溃的后果吗？易富贤在07版的大国空巢里有一个非常传神的比喻，叫做爬蚤效应。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，将跳蚤放在桌上，一拍桌子，跳蚤迅即跳起，跳跃高度是其身高的100倍以上。然后在跳蚤头上罩一个玻璃罩，经过几次碰壁后，跳蚤每次跳跃就会保持在罩顶以下。接着逐渐改变玻璃罩高度，跳蚤同样主动改变跳跃高度，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，这时跳蚤已经无法再跳了。把玻璃罩打开，再拍桌子，跳蚤还是不跳，变成爬蚤了。为啥跳蚤变成爬蚤就一蹶不振了呢？首先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延绵将近40年，人口控制就像电灯开关一样，想开就开，想关就关。但人口这件事儿限制起来立竿见影，鼓励起来必须真金白银。
其次，目前年轻人所面临的不仅是不想生、不敢生的问题，还有物质上养不起，以及生理上生不了。养不起，因为工资低；生不了，因为初婚年龄在推迟，初婚人口在减少。以上2个浅层原因，我在此前做过节目，有兴趣欢迎回看。今天我们着重说说深层背景。动物学中有个术语叫行为沉沦，形容动物在高度拥挤的环境下出现集体行为异常。传播很广的25号宇宙，也叫老鼠乌托邦，说的就是这个事儿。自然界中最典型的沉沦现象是伴随农业革命的蝗灾，最近一次是19年的东非大蝗灾，一直持续到22年才结束。蝗虫这种生物，只要有口吃的就能繁衍，1生2，2生3，3生万物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，专吃长势喜人的庄稼地。可怕的是，人类从未战胜过蝗灾，因为打败蝗虫的唯一办法是把庄稼荒1年，断了蝗虫的口粮，第3年自然不成灾了。可杀敌800，自损1000，显然划不来，还不如跟蝗虫抢口吃的。那么蝗灾是怎么过去的呢？答案是过度竞争。哲学家罗素在《幸福之路》里说，把竞争当作生活主旨很偏执，很可怕，会让人的意志和肌肉始终过度紧张。这样的生活顶多也就能过1、2代。经历了这种生活之后，人一定会神经衰弱，寻找各种方式逃避，就连休闲消遣也会像工作一样紧张和困难，因为已经无法放松了，最后只能消亡于不能繁衍。蝗灾中的蝗虫数量到达一定密度，个体竞争越来越激烈，最后导致集体行为沉沦。它们身体会变硬，生殖系统会退化，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抢口吃的，抢不过就把对手也吃了。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我们和父辈以及父辈的父辈，好像都生活在过度竞争的社会里。爷爷在人民公社攒工分，父母进城打工攒学费，我们加班加点攒房贷，一闲下来就瞻前顾后，一休假就满脑子罪恶感。所以我一直很讨厌原生家庭这个说法，矮穷矬胖丑怪原生家庭，贪嗔痴慢疑也怪原生家庭。思考原生家庭没错，但总归要过渡到思考原生社会上，否则一辈子哭哭啼啼怎么行？我们的原生社会看似996榨干身体，实则超英赶美榨干灵魂，最后人生意义直接破产。所以蝗虫耗尽资源后自我毁灭，中国人内卷至不婚不育，本质都是过度竞争导致的行为沉沦。24年8月，一份绵阳市生育意愿调查报告显示，意愿低的因素当中，成本高、负担重占比86.4%，生育津贴少、假期少、就业无保障为40.4%，无人帮助带孩子排第3位为37.1%。一句话，不生孩子因为穷，怕穷所以不生孩子。梁建章建议，要想提高生育率，就得把养育变成一份体面、有收入的工作。但这要从国家层面出发，因为地方和企业等不到孩子长大做贡献，所以没动力。而且根据其他国家经验，要想真正拉高生育率，投入至少要达到 GDP 的3%以上。具体建议如下：第一步，发钱，1孩每月补贴1000块，2孩每月补贴2000块，外加社保和所得税减半；3孩及以上，孩子每月补贴3000，社保和所得税全免。此外，每个孩子诞生之初还可发放10万元见面礼。24年 GDP 134.9万亿，3%就是4万亿。当前中国经济投资和消费低迷，把这几万亿发给育儿家庭，一来提振消费，二来抑制通缩，还能促进就业，拉高宏观经济的增速。因此，给育儿家庭发钱，既保经济也保人口，属于一举两得。第二步，遵守劳动法，严格执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，因为缩短工作时间，推广灵活办公，也有利于提高生育率。长远来说，随着人工智能发展，劳动生产率提升，实行周休3制度也可以考虑。第三步，坚持发钱，坚持守法，直到社会机制和婚育观念转变，使生育率恢复到可持续的更替水平。可能有人会说，不妨先搁置争议，留给后人处理，我们要相信后人的智慧。其实吧，中国有很多事儿都能用4个字形容，叫积重难返。积重难返的原因就在于这种自作聪明的态度，只管身前逍遥快活，哪管身后洪水滔天。后人智慧这事儿，我也不是不认同，前提是我得先当上村干部。如果只是勤勤恳恳当村民，认同起来就显得我有点蠢。试想，20后这代人大概40到50年之间迈入社会，80、90后陆续开始退休，届时整个社会劳动力短缺，宏观经济和财政压力巨大，80、90能退休吗？不能。我们年轻的时候加班让大国崛起，没空生没钱养，到老了又得加班，防止大国倒下，圆不圆满不知道，反正挺不幸的。到时候回头一想，养老金在2035那年就崩溃了。哎呀，我怎么能相信后人智慧这种鬼话？真是蠢得要死。20年新生人口开始暴跌，35年进入重度老龄化，现在是25年，留给中国解决人口危机的时间其实只有这10年。因为老龄化一旦开启，就再也无法逆转了，唯有等现存人口全部消亡，才能解决掉所有社会问题。大胆预测，中国现存这几代人的养老问题，大概率还是要交给孩子。所以我感觉易中天那句话，今天很有必要再续一句：
叫现状不可描述，未来不可预测，一切皆有可能，千万别抱幻想。所以你有孩子了吗？从梁建章的建议里，我读出了诚恳和急切。因为按照目前的结婚数和出生数，做了总比不做好，早做总比晚做好。不过，鼓励生育和计划生育还是要分清楚，要让孩子的角色转变成家庭成员，而非国家资源。毕竟，人口屠夫摇身一变成助产师这事儿，接受起来还是很有压力的。所以，我认为鼓励生育除了发钱和守法之外，还得去捍卫自由、独立和平等的观念。因为子宫是每一个人最初的家，家的意思是风能进，雨能进，国王不能进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问答。第一位朋友陆颂说：“您好，请教个问题：2019年贷款买的房子，现在的经济条件下是选择还完贷款继续持有房子，还是卖掉房子减少贷款持有现金？只有这一套房子，谢谢。” 扣啊们，这位朋友是这样回答他的：主要看你预期房价会降到多少。如果你现在卖掉持有的现金，在未来有机会买2套甚至3套，那肯定是要卖的。不过这种人生大事，你还是自己考虑清楚再做。这边的人回答你是不用负责任的。这位朋友说的很有道理，主要看你自己预期价格降到什么位置，大概要赔多少钱，这个账要你自己来算。不过房地产这个市场，目前它的趋势大概还是可以看清楚的。我在这里总结几条关于趋势的信息，你可以做个参考。第一条就是刚才我们分享的《华尔街日报》在去年10月的报道，中国目前大概有9000万间空置房，其中60%是已购的空置房，大概有5到6千万间。不过还有个信息跟我们的话题没关联，我就没放进去，是说这9000万间当中，又有60%的房子其实是处于3、4、5、6线小城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有一大半的空置房是在没有交易量的小城市。那么如果你在小城市的话，这个房子大概率都卖不出去。我看到这个消息其实还是挺震惊的。至于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，可能是因为人口大迁移，因为大城市里有工作机会，然后人们去大城市里找工作，但是觉得在老家的小城里面有一套房，心里面踏实，所以就造成了这种存量房拿在手里又没有交易量，然后又住不上的情况。第二个信息也来自《华尔街日报》，是说截止2024年末，中国房地产一共蒸发了18万亿美元，平均每个家庭6万美元，大概是44万人民币。这个数据已经超过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11万亿美元。也就是说，在泡沫破灭的情况下，没有一间房子是可以幸免的。第三个信息来自高盛，他预测中国楼市在2025年还会再下跌20%到25%。而存量房将会满足未来2年的需求。他得出结论，中国的楼市可能到2027年才会见底，再跌20%到25%，就差不多相当于1920年买房最高点接近腰斩的位置。最后一个信息是我此前分享过高善文的预测，他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分析出泡沫破灭后平均8到9年时间经济才能显著恢复，所以按照21年泡沫破灭开始算，8到9年时间差不多就到了30年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还期望自己手里面的房子可以涨回到最初的那个高点，然后把它卖出去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这10年时间房子还要折旧，10年之后房价就算恢复到最初的那个高点，那恢复的也是新房子，二手房的价格一定是会折旧的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希望你在房子这件事情上早日拿个主意，别给自己的生活太添堵。第二位朋友 QG 说，咨询个问题，现在看很多网友分析说，很多年以后人口少，工作机会会多一些，那么现在是否应该生孩子呢？这事儿您怎么看？这期节目我们已经聊了，工作机会跟产业规模正相关，跟人口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密。不过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萎缩会造成市场规模缩小，当产业规模扩大的时候，可以多招人，升职加薪的机会也会变多。相反，当产业规模萎缩的时候，下岗潮又会到来。比如说互联网大厂把整个部门都给砍掉了，那这就是典型的产业规模缩小。那这一整个部门的几百人就地失业，这就是下岗潮。生孩子和买房子一样，都是比较私人化的问题，所以我也很难回答。不过我的建议是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还是多生几个孩子，因为独生子女实在是太影响心理健康。第三位是一个老朋友 CWZ， 俺移民10多年，人已中年，生活一直还算安定。疫情期间失业了，想着大环境不好，先逃避2年，躺平后发现得了病，懒病，从此不再想努力，每天窝在家里上网。麻烦叶老师能不能给俺诊断诊断，开个方子？老师不敢当，你也是我的前辈，咱们就随便聊聊天。中年危机呢是人生价值的迷途，同时呢也是跃升的关口。咱们先说方法，再说缘由。我经常会回看一些特工片，尤其是遇到中年危机的那种特工片，例如飓风营救啊、深渊人啊等等。
这些人放在日常生活里狗都不理，一旦有用武之地，秒变成末日英雄，哪怕只救一个人，他也是那个人的英雄。所以方法就是用自己擅长的能力去做更难的事儿，以前不敢想的事儿。同样拿电影举例子，很多名导演成名在年少轻狂的时期，有一路人经久不衰，另一路人就昙花一现。为啥会产生这样的分野呢？我想大概是对待自身价值的态度不太一样。昙花一现的这路人更渴望世俗的成功，成功大于创造。而经久不衰的这一路，可能只是想打开一扇门，找到更多的创造机会。事实上，很多充满深度、影史占榜的影片，其实都是中老年人拍的。比如说雷德利·斯科特、伊斯特伍德，还有马丁·斯科塞斯，他们都是80、90的年纪，还是在一步一步又一步的拍。所有的影迷都在说，老爷子要保重身体，争取多拍几部。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很清楚，只有挑战和挖掘自己，才是人生价值跃升的秘密。绝望一点说，人这个物种可能过了30岁，剩下的都是垃圾时间。因为就像人口这期影片里面我们讲的，老龄化会造成人的心理、生理以及创新能力的下降。但是在垃圾时间里面做不垃圾的事情，需要一种悲壮的勇气，也需要豪迈的运气。懒的话其实不是问题，反而懒一点可以更好的保护身心。另外就是您的年纪比我大，事业也比我成功，有点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感觉。当然这是我畅想出来中年以后所应该有的样子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。最后一位朋友 Cochehan， 我用 Google 翻译了一下，高志雄，他说频道不错，所有片信息量很大，认为可以分上下篇出片，当中可以再加点个人观点和更深入探讨的小议题，就更加精彩，加油。Angelababy 回答说，我就喜欢他这样的，量大管饱，不用分上下，主要是高产一点就行了，粉丝不用愁。感谢2位朋友帮我出主意，一期影片分上下背靠背也不是不行，不过可能是我写文写惯了，愿意把核心的内容放在后半部分。如果分上下的话，就会造成一个问题，上半部看着索然无味，下半部呢又过于沉重。另外就是也会存在看了上部漏了下部的情况，所以还是考虑一个话题尽可能放在一期节目里，这样子我做起来方便，大家看起来也比较完整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持续观看的老朋友，感谢近期订阅的新朋友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